既然老美已经跟上来了，那我们就大干一场。现在是白天，那些只能在黑天里用的阴招他们用不上，刀面锣对面鼓，咱们兵力火力都不比他们差，干掉一个是一个。如果20分钟之后敌人还不上来，就让3排护着伤员和女兵先走，1排、2排留下打阻击。如果1个小时还不上来，全连撤离。咱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赶，这一路上都是敌人，咱们好不起。马打绿！美军 K 级补给，好吃的那么多，你一样都不打，偏偏要拿这么个大家伙，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除了林子，还有古公路，路面上有美军的巡逻队，咱们的迫击炮和掷弹头，最多只能给别人挠挠痒痒，没个趁手的家伙事儿，怎么突围？亮子，把我放下。走，快！I see the lieutenant is ready. Then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We're waiting for those who's hiding in the dark. 我过去看看。你负责留守，看着没混合东西。我跟3万到前面去看看。明白。快，集中火力！别挣扎！让开！老班长，来看我！不到10个人，也挺机枪，一门迫击炮。梁子，这回给我小心点啊，别瞎逞能。这会儿老美不太好惹，听见没？哎，一会儿待在这儿别动啊，天塌下来别动，知道不？牛刚呀，你能不能听我一次？二胡没了，我现在是6班最老的兵。他娘又咋了？我他娘不活，那又咋了？你开吧！你还真绝！还行。
记得那年你给我送的风车不？就让我撕了的那个。其实我不是不喜欢，我是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总安排我，知道不？亮子，我安排你，我不是为你好，亮子，听话，听话了，听话。啥都给我安排了，你以为是为我好，其实你是想让你自己安心。哎，行了，老不得，松手。你要真想为我好啊，不是安排我，是成全我。趴下，趴下！不能干！北京等着你咬钩呢。放开！现在过去就是送死，救不了他，连你自己也搭进去。Get over here! Come on! 向那个方向集中火力，保持阵地！Go! Get out of here! Go! Go! 现在过去就是送死！给我放开！别过来！别过来！现在要救他的话，得先找到狙击手的位置，大概在那个方向，具体找不着。聂宇，你睡觉不方便，我去。接着，你前后5个关头。我操！
不能，不能，亮子，亮子，不能，不能，不能！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亮子？亮子，你干嘛呢？开枪啊！开枪！老王八蛋！老王八蛋！开枪打我！开枪打我！你还磨叽什么呢？开枪啊！给我个痛快！快！开枪！老王八蛋！把枪给我！打我！开枪打我！老王八蛋，你还磨叽什么呢？开枪！给我个痛快！我求你了，中不？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么一次，我求你了，给我个痛快！老板呐，有好几个月的今天，我都放你书包里了，给俺娘寄回去。你给我寄，哎，还有，你给老子好好活着，活结实了，多吃点罐头，多长点肉，你听着没有？我要是问我，你就说我提干了，我入党了，我进步了，妈，知道不？你的最利索点儿，别说了。我不说，我在家不说。你不听我话，你在家一辈子你都不听我话，你为啥不听我话呀？我不说，要说你自己跟小妈说去。别打！别打！别打！我求你了，别打！陆文贤，别打！别打！我打！我打！我打！受不了了。纵横沙场的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中心是你的，
Wait! Wait! Okay. Let's make a deal. I never turn down deals, Okay. Okay. but not with you. No! Son of a bitch! Ah! 上面有6个死人，炮枪都毁了。那儿。 朱子克，看着我，别动，别说话。我去找陈平，马上就回来。是，别，知道，元3、8、赵、烈、赵。 Split 2 ways. 32, 1 and 10. 30 caught at the motor with Brother Road. I want you to take 10 across here with Bar. To the flank? No, it's not a threat. To the rear flank, where they carry the women and the wounded. Women and wounded? We kill them all. This is a war crime. You'll be counter-martialed to both. The headquarters and the military will not allow this. They are the enemy. The women and the wounded will kill us. If they have the chance, we kill them all. Take no captives. Understood, sir.
枪，他们得到了增援。两手用，迫击炮是。人来群子。 有敌人！有敌人！快！趴下！趴下！小航，要打不停！ 前面走！火箭大杆给我一根！是。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狮子洞！哪儿？火箭筒！这儿！别弹！这儿！Incoming！ 给弹！全连都有，上刺刀，杀！Let's kill all those bastards!连长！
What are you gonna do? Get down! Horseman, get over here!坚持住，你坚持住。追人，我明白。当那10年的兵，有8年在那边，什么样的长官我没见过，像他这样的，我是第一次。是他把我带进4连的，是他用他的行动告诉我该怎么样去想事情，是他教会了我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好连长。是他让我知道，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斗。我是他的兵，为了这样的长官，我愿意去死。There you die, bastard!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杀。这东西怎么弄？
救我们！重逢，为信念披头堂，大道，和平而战。重新直达。天宝，天宝，陈明，急救包！你的背，我，别给那光索命呢！我这几十条命啊！3罐子小黄的牛药，小命，你管得高点，你都忘了，我的命还等着你拿走呢！啊！别慌，别睡。不能睡，别放！不能睡，没生命重新直达。大力没了，袁平和长河没能救过来，牺牲了23个，伤了6个。连里面现在还能作战的，不到40个。他能挺过去吗？伤了内脏，在这个地方治不了。我原以为我能带你们回去的。他们每个人都想回去，可是同时，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没有船了，我们回不去了。那我们就死在一起，不是也很好吗？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连长、指导员、昆生、大苗、老白，还有小黄梨他们，都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都是有意义的。你是在安慰我吗？我现在是你的指导员。怎么还不睡？我来报道。我们教导员说，给我联系了一支部队，老资格的尖刀排，排长是个战斗英雄，会说英语，会打坦克，让我好好跟他学。你是说老白吧？我该跟他学才对。
从今天起，我是你的兵。陆立新同志，欢迎加入4连。哎，别动啊！吗啡的药效刚过，这样平躺着能舒服点儿。我们现在在哪儿？汉江边上，城隍堂渡口。彼岸。南。为什么不回家？天亮了。那是船吗？是船。有船了，船。都炸成这样了，还有船赶过来？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放弃战斗，所以他们也不会放弃战斗。我们从来不会抛弃战友，所以他们也不会抛弃我们。我现在终于明白点儿了。那个时候你跟我说，你们和我们不一样，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船来了，抓紧时间过江，准备回家。太好了，我就回家。船了，船，要回家。连长，连长，是啊。颜亮，全体集合。是。全体集合。我们没有太多的重武器，坚持不了多久。如果这次能够活着回去的话，我知道思想汇报怎么写了。谢谢你们每一个人。我经历了很多场战争，我有一个疑问：这些战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流血牺牲？我们到底为谁而战？我以为我是个合格的军人，我以为我是个勇敢的战士，直到遇到了你们，我才知道原来我并不是。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遇见了你们。这一路走来，
我们一起经历了最残酷的寒冬，一起面对了最强大的敌人。我们从未退缩，我们也从未迟疑。是你们让我相信，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富于勇气和信念的人。我赵和16岁从军，征战沙场10余年，见惯了生，也见惯了死。我们现在面前的敌人，从未将我们视为敌手，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配。他们可以无视我们的警告，他们可以肆意地轰炸我们的国土，因为他们认为侵略者不会受到惩罚。他们认为屈服或者死亡，我们只能选择一个。他们错了，因为我们来了，我们站在这里，我们绝对不会退让，我们也绝对不会妥协。我们的民族曾经用了100年的时间来谋取独立和平等，我们已经战斗了100年，我们可以继续战斗100年。在平等还没有到来之前，这场战争不会结束；在胜利到来之前，这场战争不会结束；在正义到来之前，这场战争不会结束。现在，我的战友们，请你们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4连全体！战斗准备！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5次战役，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23万余人。广大志愿军指战员面对刚多气少的敌人，英勇奋战，不惧牺牲，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作风和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第1阶段的辉煌胜利，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了美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国寻求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在将近8个月的艰苦战斗中，无数志愿军将士血洒疆场，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安全，维护了民族的尊严，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从1951年7月开始，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阵地战阶段。
他们加岗了，公路上有宪兵、机枪点、暗哨，还有铁壳子，线都绷着呢，估计不干一家伙咱过不去。美军还是南军？美军。铁盒咋不动呢？美军专列被炸，应该是没油了。公路巡查很紧，火力搭配很密集，白天肯定过不去了。要想穿越公路，只能等晚上了。美军的速度很快，后续部队正在昼夜跟进。昨天碰见的只是一个特遣队，现在在这个区域活动的，很有可能是整个第24步兵师。明天南军也会跟上来，他们有足够的兵力，把这里像篦子一样搜一个遍，连老鼠都逃不掉。要等到晚上，我们得在这儿整整待一个下午，太危险了。越靠近交通线越危险，越靠近难走的山区越安全。只要穿越这条公路，我们就离江边不到60里地，一个晚上就都能查。我们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很容易被闻见味儿。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当落脚点。等到天黑，再返回来。往东南方向走10几里路，有一个老地方可以再用一下。那个地方敌人也知道，知道不代表进得去。4个轮子在那儿不灵光，得靠2条腿走过去。村子里有人，连长，我带些人下去看一下情况。100负责警戒，让200去。3万洞朝鲜语，执行命令，去。是。解除警戒。哎，谁？手机朋友，手机朋友。 걱정 마세요, 어머니. 집에 아무도 없어요. 난민 갔어요. 아들도 갔어요. 他说啥呢？他说他家里没有男人了，他男人走了，去军队了，他儿子也走了，也去军队了。
村子里已经没有男人了。 가세요. 괜찮아요. 일어나세요, 어머니. 저희는 아무도 데려가지 않을 거예요. 걱정 마세요. 없어요. 우리 상과 김씨는 들릴 수 있어요. 그러나 거기는 없어요. 자녀가 사람이 없어요. 걱정 마세요.哎，这样太危险了，他们见过我们。如果美军搜索这个区域，他们会暴露我们的行踪。好好干你的活，用心点。真笨！你用力的时候，胳膊要放松。劈柴劈柴是劈成块儿，不是砸成沫子。差不多得了，我是战车兵，又没学过砍柴。说的挺简单的。来，你来。你呀，就是思想改造不彻底。放着，我来。来，给我挑块大的。挑块大的是吧？我给你挑块大的。嗯。起开！同志们，加把劲啊！哎，高处一共布置了4个暗哨，来小心点啊！算上木头一共5个。但咱半夜就撤了，用不着这么密实吧？密实点好。走的夜路多，越来越怕鬼。老美脑子活，打起仗来可比鬼子机灵多了，稍微有个空就能钻过来。人家火力又猛，枪一响，炮弹就能飞过来。咱也不差。现在不像过江那会儿，大家都蒙着，打糊涂仗。那个时候咱还能占点便宜。现在可不能指望着老美再犯轻敌的老毛病了。咱就干吧，当面锣对面鼓，就不信干不过他们。干什么干啊？你们俩听好了啊，这些暗哨是全连的眼睛，是最后一道保险锁，千万不能马虎，听见没有？咱一排都是老兵，你放心。还剩多少铁丝网？命令，把村子周围给我围一圈，多设点半雷。去吧。是。抗大还教这个？陕北高原上面没有煤，也没有汽油，家家烧火做饭都得靠柴火。这些活计只要不行军作战，人人都得会做，不光我会，八爹也会。原先听说你们官兵一致，我还以为只是穿衣服一样的。不稀奇，八爹不光会劈柴，种地也是一把好手。伺候庄稼、种瓜、种菜，拿起来就干，干得比谁都好。边区有一年搞种菜比赛，他还拿过第2名呢。第2名，第1名谁啊？周总司令。谁？同志们，加把劲啊！哎。谁呀你？哎呦，咋的了？网子呢？扔了。你再给我说一遍。不是那玩意儿死了，不是铁峰，人老美用撤了，咱们扛着翻山越岭又不方便，我扔了。谁让你扔的？谁让你扔的？连长让扔的。出发的时候，连长说多清楚啊，
人说轻装上阵，轻装上阵，粮食都只带几天的份儿。不是，我带那铁蒺藜干啥呀？咋的了？你急的呢？你咋不把那宝贝罐头给我轻装了呢？别老拿我罐头开玩笑。多大点事儿啊？是不是连长又要了？这事儿你先别慌啊。不是，咱们排不是没带吗？人3排带了。啊！滚！还。小心点啊，别扎着。死沉死沉的。排长，这一排长纯粹欺负人啊！他凭什么给咱下命令？他也是排长，你也是排长，他一句话，咱们就颠颠的，上赶着又出东西又出力，连个客气话都没有。你瞅臭鲶鱼那个臭德行！要不是他们一班把东西扔了，哪有今天这出？弄得他反倒像是立了头等功似的。东西都搬来了？没呢，还有一批。全都搬过来，外部是2道，中间挖条沟。就带几个钟点，至于吗？咱们费了那么大劲把他们拉过来，让一班自己去扛。眼见天就要黑了，咱们现在不是安全地带，多一道防线就多一道保险，快点。那次啊，我都以为我挺不过去了，当时伤得不重，就是怕发炎。后来啊，我们排长看了看我，让瞎子给我找药，找一种叫磺胺的，就是一种消炎药。你们排长原先是我们队长？不是，哎呀，我记岔的了。我们那排长不是现在的排长。我们那排长啊，这当时受伤了，所以3湾姐才当了我们的排长。是3排长？对，就是现在的3排长。哎，别说啊，你俩还挺像的。他是那边的人，你俩都会说洋文，都那么洋气。当汉奸的人才会说洋文。我不准你那么说我们排长。我们排长才不是汉奸呢。我们排长是战斗英雄，他干倒过3辆坦克呢，怎么就成汉奸了？又没人逼你说。我，不是，这。你别在意，他是冲我，不是冲你。更不是冲你们排长。当时我们晚上睡不着，我们又是一群胆大包天的孩子，大晚上趁着老师们都睡了，就翻墙头爬出去，沿着山路疯跑，一直跑到杨家岭上头去玩。陕北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只有杨家岭上彻夜亮着灯。没人管你们？有啊，保育院的老师们对我们都很好，只不过晚上累了，睡得迟，我们就跑出去了。我年纪最大，兰兰比我小1岁。哼，这2个小姑娘。兰兰可不是小姑娘，她是男孩子。你别打岔，我没说完呢。你说。我们夜里跑出去，跑到杨家岭上去疯跑、捉迷藏，烤白天藏起来的苞米，那可是杨家岭。
警卫团的暗哨其实早就发现我们了，但不是敌情，就没有管。后来是中央管理处的人接到电话，才把我们抓回去。挨训了？才没有。后来我们去了书记处的会议室吃烤红薯，直到保育院的凌院长亲自过来接我们。其实，我们排长真跟你挺像的，他会吹口琴，你会吹喇叭。那不是喇叭，那是小号。小号？这是小号啊！这吹起来比喇叭好听多了吧？你看啊，这个是号嘴儿，这个是号管，这个是调音器，这个小号呢，它有很多种音调。像我现在吹的这个是降 B， 如果我要跟钢琴一起合作的话，那我就要升2个大调。回去以后你能教我吗？可以啊，但是小号吧，它学起来没那么容易。你首先得练气，然后呢，我教你认谱子。回头呀，我再教你几句英语单词。啊，行。我们还能回去吗？回得去，当然回得去了。我以后得让我们排长叫我杨文，你得叫我小号。哦。你说你爷爷中了秀才，然后呢？不是秀才啊，是光绪30年，甲辰科进士。过了1年以后啊，朝廷废了科举，他们那一科是最后一科，真正实受任官的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都是西学学得好的。我爷爷在北京待了2年，对时局彻底失了望，就回了四川。当时有些人在成都发起了游学预备学堂事务，他也报了名，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出国游学，只是为了看看西学到底是什么样的精深学问。后来呢？乱世求学，哪有那么容易啊？咽不下这口气罢了。我爷爷在学堂学了几年，西学没弄明白，倒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厚，被学堂看中，当起了教书先生。直到保路运动爆发，他跟他的同学、同事都上了街，参加了保路同志会，被赵尔丰的兵用枪把把锁骨都打断了，到现在肩膀上还有个坑呢。那算起来，也是老革命了。他对革命2个字是深恶痛绝的。我父亲当年要离家到广东考军校，被他关进祠堂里面抽了20大鞭，之后给我父亲定了门亲事，就是我母亲。当时就在我父亲的婚宴上，当众立了家训，成家之后不得踏出家门半步，除非生个1儿半女，否则不会让他走的。你父亲离开后去了哪里呀？先是上海，报考了无线电学校，后来就有好多警察来家里边找人。我和我娘才知道我父亲他出了事儿。我7岁那年，他突然捎了一封信回来，说是和一个姓李的先生去了东北，他死在了老爷岭。日本人砍掉了他的头。46年，我去过牡丹江，曾经去找过他的坟，可惜无论我怎么找都没能找到。所以高小后我报名参军。我爷爷虽然心里不愿意，嘴上终归没说什么。怎么了？接着说。这什么呀？伞兵，就是伞兵。之前俘虏那个算吗？
那边是飞行员，属于空军；美军的伞兵属于陆军训练。确实是陆军，郭悍将之前发的册子上写着呢。美军的伞兵又称空降兵，其实就是用飞机投送的步兵，以连为基本建制。一架 C-47运输机可以运输一个排，3架运输一个连，向指定地点投送一个团的作战需要30架飞机。那刚才飞过去的，是送伞兵的飞机吗？应该是。有多少架？从声音上判断，应该是1到3架。能干什么呢？一个排，不是，最多一个连，还坐飞机来，想干啥？战略层面的空降作战，投送兵力至少是一个团，但投送的地点应该是我军的后方，交通要道，投送应该是一个排或者是一个连，而且是交战的区域，那只有一个可能：特种作战。特种作战就是以小队的方式对目标进行干扰和攻击，属于战术层面的空降作战，有点像游击战啊。这老美是想学咱们。我想明白了，估计是咱们今天早上伏击了运输补给的军力，敌人觉得这个区域不安全，猜测有咱们的小部队在这片山区活动，就把这个伞兵派来了。小伙，集合一排，搜山。是，全体集合。我觉得黑着天未必能找到人。能不能找到，找了才知道。连也好，排也罢，总不能放着不管让人打过来。就算是真有，那不管是一个连还是一个排，那得多少人？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谁知道飘到哪儿？总不能说一个排捆在一起往下跳吧？你懂啥？醒醒，排长，嘘，快点，把大家叫醒。出啥事儿啊？快！起来，集合了，起来！醒，起来，集合，快！集合！起来了，快醒，快起来！集合！哎，班长，又出啥事啊？废什么话？排长命令，2排集合，快！集合了，快！排长，快从村子后面撤出。是。不要走门，走这边。走。快！以战斗小组为单位，迅速撤离村子，注意阵型，不要掉队，不要密集。连长，人齐了，警戒哨报告情况了吗？派人去问了，还没回来。还没回来？我去看看。散开！不走！快走！动作快，走！快！辽阔征程，起潮战迎风，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沙场的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排长，我带人进去搜一下。你熟悉地形吗？手榴弹，满山搬来。是大头！
3米大警戒，清点伤亡人数。排长，枪声停了。8班向2翼放出警戒哨，7班、9班准备射击。机枪和掷弹头设置在那里。是。大成，什么情况？排长，指导员，报告伤亡，1班4个，3次以上；2班7个，4次3伤；3班4个，2次2伤。大坤子，大坤子咋了？没了。赵和刚才就建议立刻撤出村子，转移。转移个屁！大成，听我的，咱们从这儿撤出去。5分钟不到，连个人毛都没看着，就伤亡了16个人。2排、3排部署阵地，1排能动换的跟我走，老子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伞兵到底是长了3只眼睛还是6只手？走！到底啥毛病？中了没有？命还真大。啥意思？擦破9块皮，连轻伤都算不上。这不是你的血。站住！你要去哪儿？找连长跟天放。你去找2排长，看看2排的情况。我是1排的兵，那你就不是4连的兵吗？行，我服从命令。告诉赵和，不要擅自行动，听候命令。不管发现啥，都留点神，别轻易举动。回去给我！石头，背他回去。是。走。
这伙子老没有点邪乎，大家一定要倍加小心。是一班长。我不开枪，谁都不许开枪。是莫逊纳甘，咱们的人。3排交上火了。追着上街！去，找人去看看一班长。其他的人，跟我进去看看。给我一支波波沙。走。鞍山排城，排长，没事吧？没事。你呢？我也没事。娘的，这帮鬼子邪了门了。看出啥来了？怎么样？没中枪吧？中了，吓死我了！可惜了，应该还能是。军衔最高的是个中士，看着人好像不太多呀。也可能是还没完成全建制集结。齐班长，按照原先的命令，封锁树林边缘。任何对不上口令的，都可以开枪射击。是。其他的人，跟我进去看看，注意四周，跟紧我。凡是我脚没有踩过的地方，尽量不要去碰。参谋长，我和指导员汇报一下情况。顺子，活着吭一声。
受伤了。隐蔽！口令！鞍山，海城。三排在树林边缘布置了阵地，他们从侧翼进攻，被打了回来，打了4个，伤了1个。他们往哪边撤了？他们有迫击炮，按照正常来说，不应该背着弹药箱到处乱跑，埋藏弹药的地方不应该超过300米。卫生员，处理伤口。好，坚持住。来个人帮忙。姚润莲，哟，清理伤口。好，陆立新，过来。按着他的手，按着他的手。人渣，没大事，你这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口子，只要扛过了发烧和感染这一关，不出1个月，我保证你活蹦乱跳的。卫生员，有，快过来！来2个人。袁平，你跟我过来。陪他说说话吧，让他睡得舒服点。失血过多，血压太低了，现在没处给他输血去。